感謝小伙伴的支持，非常感謝。Hello， 大家好，这裡是风情佑。那么本期視頻呢，是給澤之國的一些3轉騎士玩家做一個技能推薦，幫助大家在推圖上面有更好的體驗，以及獲得更多的經驗獲取，來提升自己的等級。這些技能搭配呢，都是我一直都很喜歡用的。那麼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本節目由風情佑獨家贊助播出。什麼？你要白嫖？那給個免費的讚也可以，因為這對我真的很重要，謝謝啦。好的，首先呢是這一套國度的，當然這雖然我寫的是國度啊，但是幻想階梯實際上也是能用的。因為騎士在3轉能用的搭配實在是太多了，所以這邊我就主要是圍繞着騎士的特性來進行一個介紹。大家可以在這基礎上根據自身的屬性，比如說格擋啊之類的進行調整。比如說我在這邊是選擇了湖光靈遁，但是如果你自身從装備獲得的格擋比較高，你就可以把這個舍去掉，換成戰陣鼓舞都是可以的。那麼這一套呢是比較受歡迎的，主要就是通過招式奉還去大幅度提升碎星斩以及强行冲撞的一個傷害。因為這兩個技能呢都是冷卻時間比較長並且錯位的，保證每一次這兩個技能釋放的時候都是可以算是吃到滿額的增傷吧。可以看一下這個大概是長什麼樣子。然後這是下面一套，算是一個比較偏向於進攻的這麼一個技能搭配。然後呢，有足夠的 AOE 傷害，以及通過招式奉還去大幅度提升對精英怪的傷害。同時呢，你的護盾也能夠大幅度提升自己的傷害，並且這個護盾還能夠再次通過以守為攻去提升自己的攻擊。以及你擁有天使的情況下，再加上洞察心眼，可以進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暴击率，基本上算是偏向於鬥騎，可以說是鬥騎吧，更偏向於輸出的這麼一個定位。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是長什麼樣的。当然呢，大家也是可以通過这種方式，比如說使用戰陣鼓舞去大幅度提升自己的向量反彈的傷害。因為戰陣鼓舞自帶的傷害提升的每一個數值，右邊的這個數字，它都會提升每一次反傷。當然呢，我分享這3套還是希望大家去從中看到哪一些技能是比較重要的，是基本上是無論你使用什麼樣的技能搭配都在使用的。比如說招式奉還、向量反彈以及碎星斩之類的，主要還是學這個思路，而不是去照抄，因為每一隻怪物的屬性都不一樣。而且大家的技能階級也是不一樣，很多人可能是奇蹟，很多人可能甚至還是傳說，但有些人可能已經通過自選卡提升到了不小，差距就會比較大。然後就是水騎了，水騎的話它會比較偏向於進攻性，那麼這種的搭配就更多了。比如說我這邊是屬於一個比較均衡的狀態，那麼你要是喜歡全輸出，比如說這種也是可以的。你要是喜歡更肉一些，比如說換成這樣子，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大家可以在戰鬥中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去做一個選擇，或者說比如說怪物傷害更高的情況下，是可以用這種搭配的，都是可以的。比如說对单啊，都是可以的。核心思路就是通過2個冷卻回合錯開的盾去反復觸發波紋衝擊，造成一個巨額傷害。那麼以守為攻實際上是可以增加這個波紋衝擊的傷害的，包括這個乘勝追擊也是可以增加整體的一個傷害，因為寒冷屬於負面效果。水騎目前來講是更適合那些戰力遠遠比自己強的 PVE 怪物，比如說國度啊或者幻想階梯，它並不適合用在 PVP 身上，
因為這個炸盾的話，它的距離太短，並且限制太多，還是不太推薦。接下來就是副本了，副本的话是比較簡单的，主要還是以扛傷為主，因為騎士的輸出本身就是屬於全職業中最低的。我這裡指的是輸出效率，因為騎士本身是以長時間回合進行作戰而出名的嘛，所以這邊我個人會特別喜愛用這一套。當然呢，大家也可以去，比如說帶個回血啊，都是可以的。這邊帶水月之絲主要是因為可以把所有的怪物都拉到自己身邊，強制讓所有的怪物都吃到接下來的這個挑戰之心。畢竟挑戰之心這個技能的範圍是有限的，想要最大幅度的去嘲粉到所有怪物，這個水月之絲還是必須需要的。然後就是 PVP 了。PVP 的话，我这裡会給大家推薦一個我比較喜歡用的搭配，就像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一套，是我個人比較推薦的。但是呢，在這裡我還是要說一聲，因為 PVP 的重點就是要根據對方的技能搭配，從而改变自己的技能搭配去針對敵人，而不是使用固定的一套技能搭配就可以，比如說萬用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 PVP 對手的每一個技能都是不一樣的，像你打國度啊，怪物的技能永遠都是固定的，固定的站位、固定的技能以及固定的傷害。像 PVP 這邊它有更多变量，我是強烈推薦大家去學習每一個技能它都是幹什麼用的，而並非照抄。比如說我打個比方，這邊我這一套是比較通用的一個 PVP 技能搭配，但是如果对面的斗士啊或者術士，它可以淨化掉你的湖光靈盾，那麼呢，很明顯你這個就不能帶了嘛，因為完全沒有任何意義。那麼你就可以考慮，比如說帶個跳劈啊，或者眩暈打擊都是可以的。那如果像一些對手他比較喜歡使用多段打擊的那些技能的話，那麼像這種招式鳳環它就很明顯更有效果嘛。比如說放在這個位置，然後呢再把这個提前，它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效果。這邊只是給大家一些舉例子，或者比如說像有些敵人，比如說有些術士，他很喜歡把自己的站位拉得比較遠，那麼就可以考慮這一種。就是主要還是隨機應變，希望大家是隨機應變而不是照抄。那麼如果大家想知道哪些技能是騎士的核心，是需要用自選技能卡進行一個主拉的，這邊也是可以從我的 Discord 中看到，因為我這邊都是有整理的，而且是提前整理的。大家永遠可以在轉職之前提前知道你應該去重點提升哪一些技能，而不是等待其他 YouTube 或者我的 YouTube 進行一個視頻的更新。而且更重要的是，我這邊的數據推薦呢，同時包含了當前賽季比較強力的技能，以及未來能夠持續使用的一些技能。無論你是想知道哪些技能是比較長久的，適合長期投資的，還是短時間能夠大幅度增加自己戰力的，都是可以從我的 Discord 中找到。那麼本期的三轉騎士技能推薦就到這裡了，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那我們就下期再見，拜拜。